许家的人来了。沈燕回，你给我出来！大牛姐，有什么话进屋说吧，外头冷。进屋就不必了，几句话的事儿，说完就走。我们家茂成你也知道，读了几年书，往后是要进镇上供销社做事的人。虽说燕回是我看着长大的，勤快能干，可成亲得门当户对。你们两家现在不合适了。就是，茂成要进公家单位，媳妇儿家也得体面，总不能还带着一大家子和一身债吧？周婶子，这门亲当年是你们许家求着我爹答应的，如今不就是看我爹没了，我们家又穷，才敢这么欺负人？哼！你们一会儿说许茂成年纪小，一会儿说家里要修房子，从秋后拖到冬月，又从冬月拖到腊月。今天既然肯露面，就该当面把话说清楚。这个亲真要退，我们沈家也不求你们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这门亲退起来正好省事。刘婶儿，把东西给我。这是当初换亲的八字和定礼，今儿退还给沈家。茂成跟燕回的事儿就此不提了，往后两家各走各路，谁也不欠谁。周婶子，退亲是大事，总得有个理由。您说门不当户不对，行，我认。但有件事我要问清楚，许茂成，你也是这个意思？燕回，我也没办法，我娘说的对，供销社那边，我问的是你是不是也想退亲？沈燕回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逼茂成，他心软脸皮薄，你非让他说出难听话来才甘心。周婶子，我不过是想听一句准话，许家要退亲，我沈家答应，但话得说清楚，免得以后有人说是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才被许家退亲。谁要往你身上泼脏水了？茂成的婚事是领导做的主，我们有什么办法？再说，你爹当年在粮站的事儿，全村谁不知道？人虽然没了，可名声不好听。茂成要是娶了你，以后在单位里怎么抬得起头？我爹的事儿，当年公社已经查过了，粮站是亏了粮，可一斤都没进我家口袋。我爸是失职，不是贪赃。你当着全村人的面往死人身上泼脏水，不怕遭天谴吗？行了，退亲就退亲，扯那些陈年旧账干什么？大娘，你少说两句。我哪句话说错了？沈燕回，你爹留下的那本东西最好别拿出来现眼。茂成劝过你，别折腾那些没用的。姐，咱家的米缸真的一粒米都没有了。秋雅，把咱家那只老母鸡抓来。啊，那不是要留着下蛋的吗？卖了，换粮。燕回，是妈没用。妈，您别这么说，咱家的日子还没到绝路呢。爹留下的东西，说不定就是咱家的活路。什么东西？爹藏在灶堂里的旧账册，只有半本，被火烧了一半，剩下的还能看。这东西不能见光。燕回，你听妈话，烧了它，烧得干干净净的。妈，你爹当年就是栽在这账上的。他临死前交代过，这东西留着就是祸害，让咱娘几个离得远远的。燕回，你听妈一句，烧了它。妈，我先去把鸡卖了，晚上咱家得吃顿饱饭。姐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你在家看着妈和小川，我去镇上，天黑前回来。燕回，我听说许家来人了，他们真退亲了？退了。许茂成也答应了，他们有没有拿你爹的事欺负你？你不都打听到了吗？还问？我就是怕你难受，许家的话你别往心里去。拿着。你一个月的工资才多少？给我了，你喝西北风。我这2天上工攒的，饿不死。你拿着，你家几张嘴等着呢，跟我客气什么？我家里就我一个人，怎么都能对付。谢了，燕青哥。少来这套，你要真谢我，赶紧去镇上把粮买了，别让弟妹饿着。燕回，你爹那事儿我帮你打听着呢，有些东西不是他们说的那样。鸡卖了7毛。老板，帮我拿10斤米加2斤盐，这应该够吃几天了。青州粮库，寒季，每笔粮食的去处都不对，爹为什么单独写下寒季？
难道是福来酒楼的韩满仓？他以前也在粮站干过。爹出事那年，他的酒楼刚好开张，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我怕你一个人走夜路不安全，所以等等你。走吧，我送你到家门口。你那半本账的事儿，别让外人知道。你说什么？不是故意看你东西的。你刚才在路上翻的时候，我正好走到你后头，看见了。那种账不能藏到现在，说明你爹当年留了心眼儿，外头有人不想让他见光，你先收好。往后有什么事儿，你一个人做不来就来敲我家的门，我程延青别的不行，替人扛事儿还行。大姐，锅总有办法填满的，沈家的日子我也一定会撑起来。妈，你还剩多少？就剩这些了。姐，我饿。小川呢？在屋里写字呢。他说不饿，让我别吵他。他早上吃东西了吗？没有，他把剩下的馍留给我了。他不是不饿，是舍不得吃。那孩子从小就这样，越是家里紧巴，越说自己不饿。姐，我这块给小川留一半，你先吃，小川那份儿我来想办法。妈，许家送来的那20斤梆子面，咱还没动吧？那是退亲的粮，退亲的粮也是粮。燕回，咱沈家再难也不能吃这口粮。你爹要是还在，我爹要是在，他不会看着咱们挨饿。可许家拿这袋粮来，就是想让全村人都看见，他们不是好心。我知道，那你还要吃？吃，粮食没做错事儿，咱们更没做错事儿。妈，你刚空了，秋芽饿得睡不着，小川写字写到头昏，您手里这点干豆角煮出来还不够一人一筷子，明早拿什么下锅？可那是许家拿来退亲的，他们想在全村人面前装厚道，咱就把粮留下。要是当场扔回去，许家得了好名声，挨饿的还是咱们。妈就是怕你吃了这粮心里难受。亲都退了，我还为许家难受什么？先让一家人吃饱，比什么都要紧。姐，咱真的吃这个？不吃哪有力气干活？吃。许家的人要是在外面说闲话呢？嘴长在他们身上，随他们说。20斤棒子面掺上野菜和薯干，省着吃能撑7、8天。7、8天以后呢？7、8天够我找活路了。盐部随礼，前面记的都是家里的小账。这字是爹写的，每一笔收尾都往上挑，我不会认错。姐，这本账里到底写了什么？现在还看不出来，那会不会就是一本普通的账？要是普通，爹不会把它藏进灶堂，妈看见他也不会吓成那样。可妈不让你查。许茂成昨天也提到了爹留下的旧东西。韩满仓当时一直站在人群外面看，他以前又和爹打过交道，这几件事撞在一起，会有那么巧的事吗？韩满仓是福来酒楼的掌柜，那他也知道这本账？我还不知道，所以这本账的事不能再让别人听见，我谁都不说。秋芽，去后院拔2根葱。哎，账只剩半本，另一半去哪儿了？燕回，你还在看那本账？看了几页，都是家里的小账。既然没什么，就别再看了。妈，您是不是知道另一半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那许茂成和韩满仓为什么会知道爹留下过东西？燕回，你别再问了。行，我不问了。妈一辈子都让爹护着，爹一走，他连家都不知道该怎么撑。
现在逼他，他也不会说。等他想通，或者事情真的找上门，他总会开口。姐，我不饿。不饿也得吃，吃完再写。那你吃了吗？锅里有我的。姐，你不吃？我吃晚的，一会儿我去后山一趟。后山？这会回去后山做什么？天都快黑了，去看看山上有没有东西能换钱。现在山上还能有什么？冬笋怕是挖不到了，但干菌子、野山药总还能找找。前阵子下过雨，枯树桩上说不定长了木耳。那我跟你去。你在家看着妈和小川，别让他们饿着就行。可后山的路不好走，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。我去就回，用不了多久。姐，先吃饭。天都快黑了，非得现在去吗？家里只剩7、8天的粮，我不能干等着。后山不安全，我不往深处走，天黑前就回来。这时候还上山？去碰碰运气。找什么？干菌子、野山药，能卖钱的都找。后山那条路前几天让雨水碰出一道沟，不好走。你等会儿，拄着走，路滑能撑一下，碰上野物也能防身。回来把棍子还你。一根棍子还什么？你别往深山去。知道了。天黑前回来。嗯。账本一时救不了急，先去林子里找找，能多换几天粮也好。野菜老了，果子也被摘完了，这个时候还能换钱的东西，不是在树根底下，就是藏在石头缝里。要是能找到秋菌子，晒干拿去镇上，1斤能卖2毛钱。找了这么一圈，连个菌子影都没有。有了！还行，总算没白跑。小时候爹带我来过这里，那年雨水多，一上午就能捡大半篮。燕青哥，你还真上来了。家里的粮撑不了几天，对，不出来找点东西换钱，总不能干等着。你这运气倒好，找着这么一大片。这窝藏在石头缝底下，要不是看见旁边有蚂蚁窝，我也发现不了。你往那边走，那棵断松底下往年也爱长菌子。我去看看。还真有！我没骗你吧？退亲那事儿，我又打听到点东西。你说，村里人都说许茂成攀上了镇上的陈家闺女，嫌贫爱富。但我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怎么说？许茂成他爹许大栓一辈子精得很，从不做亏本买卖。许家要是真想攀高枝，半年前就该退亲，没必要拖到秋收以后。偏偏等到我爹留下的家底快耗光了才退，闹成这样，
许家的名声也不好看。所以我才觉得不对。退亲前半个月，许大川往镇上跑了好几趟。你听见什么了？没听见什么实在的，只知道许大川找过粮站的陈会计，还去过一回公社。粮站的陈会计不一定跟你家的事有关，但他偏在退亲前跑得这么勤，怎么想都让人不放心。许家真要嫌沈家穷，早就能退，何必等我爹走了1年多，还特意扯上那本旧账？我现在还没拿到证据，只能先提醒你一声。谢了，燕青哥，这话我记下了。先别谢，等我打听清楚了再说。你家的柴火还够不够？我前几天看见你妈在路边捡枯枝，这几天要降温，怕是不够烧。不太够，今年雨水少，后山枯枝也不多，我妈捡了几回，也只够烧2天。一会儿我给你送一捆过去。不用，我再想办法。我上次砍了几棵死树，已经劈好码在屋后，放着也是放着，你别跟我客气。行，那我收下，以后程家有事，你也别跟我客气。先顾好你自己吧。那我先回了，你捡够了也赶紧下山，天马上黑透，看着还要变天。知道了，你先走吧。这些菌子拿到镇上，应该能换几毛钱。这点钱换不了多少粗粮，还得再找。晒干以后，怎么也能有2、3斤，留一小半家里吃，剩下的拿去镇上卖。要是福来酒楼肯收，价钱还能高一点。韩掌柜给的价比供销社高2分钱，得赶紧回去把菌子摊开晾上。燕青哥还真送来了，这捆柴烧2、3天没问题，省着点用，能撑到菌子卖掉。姐，你回来了，妈说等你回来吃饭。灶怎么还是冷的？我出门前不是留了棒子面吗？奶奶刚才来了。她来干啥？爹走以后，她每次来不是拿东西就是骂人。来要粮，说二婶病了，家里揭不开锅，让咱家匀5斤棒子米过去。那袋棒子米是咱们一家过冬的口粮，她也要拿。妈说没有，奶奶就不高兴了。她还说你被许家退亲丢尽了沈家的脸。奶奶还说爹活着的时候欠了她不少孝心钱，要妈拿东西抵债。我进去看看妈。姐，妈，奶奶又闹了。她说你二婶病了，张口就要5斤棒子面。您跟她说那是咱家最后的口粮了吗？说了，她不信，把米缸也翻了一遍，看见里面只剩一小把米，还指着那袋棒子面骂我不孝。我死死抱着没松手，她才骂骂咧咧的走。她还说什么了？她还让你把许家退回来的聘礼钱交出去。聘礼钱不是早拿去还爹治病欠的账了吗？我也是这么说的。她不高兴，走的时候还撂下话，说过2天要再来。奶奶就知道欺负咱家。二叔在镇上开着小卖部，日子比咱家好多了，怎么好意思来要粮？秋雅，那是你奶奶，不能这么说。我又没说错。行了，先别说了。妈，我去做饭。哪有你做？
子哪儿来的？后山捡的。刚才你奶奶就是为了这袋粮，差点把家里掀了。她越想拿，咱们越得把粮看住。先做饭，谁也不能饿着。菌子洗干净，用盐炒出香味儿，再倒进棒子面糊里。没有肉也能吃顿热的。妈帮你洗菌子。这松木柴真耐烧，燕青是个实在人，这些年没少帮咱家。他帮过的忙，我都记着。油也快没了，明天卖了菌子，得先买一点。姐，好香啊，比过年吃的菜还香。都回桌面等着，马上就好。好了，端碗吃饭。妈，吃饭。这些日子苦了你了，天塌下来也得先吃饱，吃饱了才有力气撑住这个家。姐，这菌子真好吃，比肉还香。好吃。慢点吃，锅里还有。妈，奶奶说咱家欠她孝心钱，到底欠了多少？他说欠了几十块。她说爹活着的时候，每个月的孝心钱都没给够，可爹不像是会少给奶奶钱的人，这账对得上吗？你爹在的时候，每个月都给老宅送3块钱，从来没断过。后来呢？后来他病了，实在拿不出，才停了2个月，2个月也才6块钱。奶奶怎么会说咱家欠他几十块？行，先吃饭。奶奶突然来要粮，许家又急着退亲，许大栓还在退亲前往镇上跑。这些事儿真会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姐，明天还去山上吗？去，明天往远一点的杉树林走，看能不能多捡点山货。那我也去。你在家看着小川，别让他到处跑。姐，你放心，我看着小川。燕青哥说的没错，真要变天了，得赶在下雨前多找点东西。许大栓往镇上跑的事儿，我也得找机会问清楚。后山有菌子，镇上有人收，我有手有脚，这个家就垮不了。但我不能只顾着熬，爹留下的账，我一定会一笔一笔查清楚。姐，你咋起这么早？睡不着？睡不着？你去把弟弟叫起来，让他把后院那捆柴劈了。柴火不够烧2顿饭的了。姐，你这饼咋烙得这么匀实？
熟练了。你过来看着点儿，往后你也得会。面糊不能太稀，太稀了烙出来散，也不能太稠，太稠了饼子发硬。盐要先化在水里再和面，不然咸淡不匀。锅里抹油要薄，油表解热是不假，但咱家油不够铺的，就得靠火候把饼子里的面香逼出来，吃着才不寡。记住了。燕回，你做上饭了。妈，你先尝一块。妈，吃完饭我跟秋芽去后山一趟。去后山做啥？看看能不能找点山货。这个时候应该有野蘑菇和山核桃，运气好能碰上一窝野鸡蛋，拿去集上也能换几毛钱。明天大集市逢集，正好赶一趟。你一个人去？让秋芽跟我一块儿，没事的。后山那片我熟，小时候跟爸去过多少回了。秋芽跑得快，给我搭把手就行。趁热吃。姐，这饼真好吃，比咱上回熬的糊糊好吃多了。好吃就多吃点。回头姐想法子给你弄点白面，烙糖饼吃。真的？姐啥时候骗过你？秋芽，你昨儿说许家退亲前来人看过咱家灶屋，来了，就许家那个二婶儿领了个老婆子，在灶屋里转了一圈，还翻了翻咱家梁缸。我当时在院子里晾衣裳，听见那老婆子嫌灶台太小，说咱家连口像样的炒锅都没有。他们光看了灶台，梁缸看了没？看了。那老婆子把梁缸盖子掀起来看了，还伸手进去摸了一把。我当时还想，看就看呗，咱家又没啥见不得人的。后来许家二婶又让那老婆子去后院看了看柴房，转了一圈就走了。他们看灶屋那天，程家大哥来没来？程家大哥没来，那天是许家二婶走了，程家大哥才来的，说是借咱家扁担用。咱家扁担放在柴房里，他自己去拿的，拿了就走了，前后没待一盏茶的功夫。姐，咱们啥时候走？等我换一套衣服就走。姐，篮子里要不要带点干粮？带上，多带点，兴许在山里待的久。姐，真要进后山？不进去米缸能自己满上。前些日子下雨，松林里头的菌子该冒了，运气好还能碰上几颗野山药。姐，昨晚上我听见娘在灶屋里头翻东西，翻什么？不知道。我起来解手，听见她在灶台那边摸来摸去，像是在找什么。我喊了她一声，她说没事儿，让我回去睡。可今早我看她眼睛有点红。姐，你说许家退亲那事儿会不会跟爹留下的东西有关系？我听村里人说，许茂成他娘退亲那天回去，关起门来跟许茂成吵了一架。隔墙的人听见说什么旧账本，别惹麻烦。谁跟你说的？二宝他妈
他去许家隔壁戒严，我不小心听见的。姐，我真不是故意去打听的，是二宝他妈自己跟我说的。这事儿别再往外说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没跟娘说。这儿有。姐，这蘑菇能卖多少钱？晒干了拿去集上，一斤能换5、6毛。要是新鲜的话，镇上的馆子也收，价钱虽然低一些，但能省不少事儿。秋芽，镰刀给我。这东西好，能放，能当粮。姐，你手都破了。不碍事，再找找，这时候山药应该还有几根。差不多了，回吧。好嘞。进山了，这柴你带回去。程燕青，你……我家后院的柴堆得快烂了，腾点地方。你娘昨儿个在河边洗衣裳，我看她搓了几下就扶着腰，怕是腰不好。你家灶屋那点碎柴烧不了2顿。谢了。别谢我，你要真想谢，回头做顿好的，叫我吃一口就行。程家大哥人还怪好的，他以前也帮过咱家。爹在的时候，他跟爹学过木工活，爹说他手巧。哦，那他不怕许家那边说闲话？怕什么？许家已经退了亲，我跟他们家没关系了。好像也是。嘿，程大哥人也挺帅的，要能当我姐夫。我看你是皮痒了，我说的本来就是事实。这柴哪儿来的？程燕青给的。娘，你看这些能顶上2天，够吃一顿好的了。姐，水打好了，放那儿。秋芽，你去把菌子洗了，泡一会儿盐水。娘，我先回房收拾一下，太热了。河破头23时，7月19，夜阳秀水镇粮站附近缺7吨。河破头是村里往外运货的码头，23时粮食是在夜里运走的，还有一个姓杨的人签收。粮不对数，账不能交。老爹当年负责粮食调运，后来粮站少了30吨公粮，他被停职查办，病倒后更是再也没起来。之前我问这件事，娘老是让我别提过去的事。可爹当年的记录明明是23吨，日期也在父亲被停任以前，爹是被诬陷的。姐，你脸色不太好，没事儿，有点累。在煮什么？好香呀！菌子山药汤，等下吃这个。把汤端去堂屋，喊娘洗洗手，吃饭了。娘，吃饭。如果爹是被诬陷的，那娘一定知道其中的事。可他为什么不愿意和我说？
我收拾一下灶台去。秋芽今天也累着了。行，你早些洗洗休息，待会儿我让小川先写会儿字。河边摸的多了吃不完。鱼，河破头。程燕青，你常去河泊头那边吗？偶尔去，那边有片石滩，水浅的时候能摸到鱼。你想去哪里做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就随便问问。那边水深，你要是没啥事儿，别往那边跑。对了，我听说后山朝阴那片老松篱底下，去年秋天有人捡到过松菌，你明天可以去看看。7月19，河破头23时。8月初2，秀水镇粮站出库20吨，10到18吨，缺2吨。第3笔，府城方向阳性签收30吨，10到。第3笔没有日期，粮站当年丢的正是30担，可父亲记下的账是23担，这数量根本对不上，中间还差了7担。那其实去了哪里？娘肯定知道灶台底下藏着什么东西，可她什么都不肯说。程燕青听见我问河泊头时，眼神也变了。他送柴送鱼到底是好心，还是知道些什么？眼下最要紧的，还是先让一家人活下去。家里的粮撑不了几天，明天必须多弄点菌子和山药，然后带去大集市换钱。姐，这里真有松菌啊！这天冷的跟什么似的，连鸟都不愿意出窝，能有啥山货？有没有得看过才知道。你少说2句，省点力气走路。姐，这地方阴森森的，怪吓人的。怕什么？又不是晚上。你从那边找，我从这边找，看见松菌就喊我。松菌长啥样？棕褐色，伞盖底下有细细的纹路，一丛一丛长在松针底下。你仔细翻，别光用眼睛看。姐，是不是找不着了？这地方连个菌子影都没有。再找找，换那边看看。秋芽，过来。还真有，姐你咋找到的？松菌喜欢长在老松树根旁边，要翻松针底面才看得见。别愣着了，照这个法子找，这附近肯定还有。姐，够了没？我手都冻僵了。还真来了。你昨天说那话不就是给我指路的吗？算是吧。品相不错，这片林子少有人来，松菌长得稳当。你怎么知道这地方有菌子？我爹以前带我来过，他年轻时候给山下的公高社收过山货，哪座山头长什么东西，心里都有数。你特意来的？早上看见你拎着竹篓往后山走，估摸着你是来找东西的，怕你找不着。这里拿着。松菌晒干之前要用盐水焯一道，品相能保住，颜色也不发黑。我先下去了，你们也早点回，天黑山里冷。姐，燕青哥对你也太好了吧，又是送柴又是送盐的，连菌子怎么晒都替你想好了。别乱说。
这哪儿来的？后山找的。娘，咱家有线吗？我缝个纱布袋子，今晚就把菌子用盐水焯一道，明早我去集上碰碰运气。外头冷，你多穿件衣裳。哎，好。姐，今晚吃啥？菌子汤面，用菌子炝锅，放2颗干辣椒，再搁点葱花，保管香的你连碗底都舔干净。好嘞，姐。燕回，你心里是不是在怪娘？怪你什么？怪我没守住你爹留下的东西，怪我遇事只知道忍。你爹走之后，许家来退亲，我不敢吭声；大队上来催欠款，我不敢吭声；你奶奶那边来要粮，我还是不敢吭声。我这当娘的没能给你撑住腰。娘，我不怪你。爹走得急，你一个人拖着我们3个，能撑到今天已经不容易了。但我不想再忍了。爹的事儿还没完，许家退亲也不是表面上的那么简单，这些我都记着。只是眼下最要紧的是先让一家人吃上饭，别的一步一步来就好。娘，你别担心，我一定会让这个家慢慢好起来的。苦了你了。我不光要撑起这个家，我还要将当年的真相查个水落石出。燕回，你要去集上吧？正好，帮我把这个捎给镇上供销社的李师傅，是上回他托我打的几根笋头。行，我帮你带过去。集上东街口的干货铺子，老周家收山货价钱公道，你直接去找他家，别让中间贩子宰了。记住了，谢了。先去东街老周家卖菌子，再去供销社送笋头。办完这2件事儿，我得在集上多转转，看看什么山货好卖，价钱也得问清楚。爹以前也是从卖山货起家的，后来才把生意做到河波头。爹能走出来的路，我也能。先把这批菌子卖个好价钱，别的一步一步来。东街口第2家就是这儿。买东西还是卖东西？卖松菌，您先看看货。昨天摘的？昨天下午从后山老松林摘的，回家用盐水焯过，摊开晾了一夜，根上的泥也清干净了。货是不错，就是还没晒透。你有多少？一共6斤3增。我铺子里昨天刚收过一批，吃不下这么多，3毛2一斤，我留2斤3两，剩下的你去集上零卖。周叔，这批松菌没烂没碎，也没有拿湿泥压秤，3毛3，您留下2斤3两。年纪不大，价倒咬得准。行，3毛3。你姓沈？清水村沈家，沈燕回。沈成山是你爹？是。难怪会收拾山货。你爹以前也给我送过货，东西从不掺假，秤上也从不短人。周叔，您跟我爹很熟？做过几年买卖，算不上多熟。后来他去了河波头，我这小铺子就接不住他的货了。谢谢周叔，以后再有品相好的山货，我还送您这儿。只要货实在，我就收。快去吧，再晚好位置都让人占了。
您是李师傅吧？程燕青让我把这个烧给您。是我要的。燕青这手艺稳，尺寸一分不差。那就行，我先走了。等等，你把这个带回去给他，木料和工钱都记在上，让他下回进镇来结。李师傅，供销社现在收山货吗？只收晒透的干货，木耳、菌子、山核桃都要，价钱看品相，鲜货不收，放不住。干木耳大概什么价？一般的4毛左右，好的能到5毛，就是收的严，里头掺树皮，压实分量，人家一眼就能看出来。知道了，谢谢您。盐和火柴得买，包谷面线等等，剩下的菌子卖完再算。大叔，这木耳怎么卖？5毛一斤，不讲价。这个收上来多少钱一斤？你是买还是卖？家在山边，想看看什么东西好卖。晒透的2毛上下，壳薄人满的能多给2分，没的空的谁也不要。明白了。你这菌子哪儿采的？后山松林里，昨个刚摘的。品相不错，怎么卖？一斤3毛5。3毛5？妹子，你这价开的也太高了，镇上肉包子才5分一个，你这菌子凭啥卖3毛5一斤？嫂子，您要是懂货就知道，鲜松菌本来就不好保存，我这个是昨天摘的，还带着露水气儿，回去炒肉片炖蛋都行。您要是嫌贵，2斤6毛，您拿回去尝个鲜。称2斤。各卖各的货，价高价低，买主自己会挑，别再挑拨离间，弄坏我们镇子的名声。你们听说了没？许家老大前几天去了一趟府城，回来脸色就不好看。许家？哪个许家？还能哪个？就是清水村许茂成他爹那一支。听说他家当年在河坡头上也算有头有脸的人家，后来不是出了那桩事儿吗？你是说施良那事儿？嘘，小声点，这话能随便说。都说是沈家那男人搞的鬼，可我怎么听我表舅说，当年河坡头上那批粮经手的不止沈家一家，许家那会儿也在码头上有仓库，账目对不上，后来不知道怎么抹平的。你表舅咋知道的？我表舅当年在河坡头扛过包嘛，亲眼看见的。许家那个老二就是许茂成的大叔，半夜里从仓库往外搬东西，搬了好几磅。真的假的？真不真我不知道，反正我表舅说了，那年出事之后，许家老二就搬到府城去了，再没回来过。反正我表舅说了，那批粮的事儿浑水深着呢，许家沈家都沾了边儿，最后只倒了沈家一个。你说这里面有没有文章？那沈家那个闺女不是刚被许家退了亲吗？姑娘，你到底买不买？你都快把我的豆角掐断了。我再看看。许家老二半夜从仓库搬粮，出事以后去了府城。许家刚退亲，他就在府城买了新院子。爹寄过河泊头夜里出粮，账上还差7吨。现在又有人说许家老二半夜搬过粮。这2斤正好拿去福来酒楼，还满仓收不上货是一回事，认不认识爹是另一事儿。沈家丫头，你怎么来了？韩掌柜，
我来卖2斤松菌，还想跟您打听一个人。谁？我爹沈成山。你爹走了1年多了，怎么突然想起来问他？我今天在集上听见几句话，有人说当年河泊头那批粮经手的不止我爹。集上的闲话一天能传出几十种，听过就算了。那您只告诉我一件事，当年那30吨粮是不是经过许家的仓库？谁跟你提的许家？您要是不知道，不会这么问我。那你今天是来卖菌子的吗？对，还剩2斤，您收吗？收。2斤1块3，跟你爹一个样，钱货都要当面点清。您果然认识我爹。早些年做过几回买卖。我爹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您心里应该清楚。他会不会偷粮，您也应该清楚。当年河泊头经手那批粮的人不少，不是你爹一个。还有谁？我只说我知道的，别的没有凭证，我不会乱说。行，您今天说的话，我不会告诉别人。你要真想查，就别逢人便问。没有证据之前，话传得越快，东西丢得也越快。您知道我爹留下过东西？我什么都没说。你的松菌收下了，有货尽管送来。韩掌柜，我爹那笔账，我早晚会查清楚。你好，给我来1袋粗盐、2盒火柴和4斤包谷面。盐、火柴和包谷面都有了，这1块3先不能动，家里的锅和灶也该修了。当年河泊头经手那批粮的人不少，不是你爹一个。没有证据之前，话传得越快，东西丢得也越快。账业得重新找地方藏，韩满仓知道，许家也知道，灶台下面已经不安全了。你们是沈家是没个明白人了，一个背对了亲的丫头片子，还当他家主来了？他拿什么当？拿你那张抹不开的脸？周桂枝，我跟你说，沈家还没散呢，你那大丫头退亲丢尽了老沈家的脸，你现在还由着她当家？她一个姑娘家能当什么家？能把粮食变出来，还是能把名声捡回来？娘，燕回她什么她？叫她滚出来见我！奶奶，你要见我通知一声就是了，不用在门口这么骂我娘。你还敢回来？我问你，许家退亲的事儿，你到底是怎么让人家拿出画饼的？奶奶这话问的好笑。许家退亲来的是许茂成他娘，说的是我爹旧案未清，沈家门风不正，我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，人家把退婚书往桌上一拍就走了。奶奶要问，该去问许家吧。你少拿话顶我！许家为什么退亲？还不是因为你爹的事儿闹得满城皆知。你爹要是清清白白，人家会拿这个当借口吗？我爹的事儿，村里谁不知道还没定论。当年失粮案查了3个月，粮站连个算术对不上的人都抓了，唯独没抓我爹。奶奶，您是听了谁的话，就认定了我爹不清白？燕回这话说的在理，当年确实没抓人嘛。你别给我扯那些旧事！我问你，现在家里断粮了，你拿什么养活你娘、你妹妹、你弟弟？你竹篓里的东西哪来的？这4斤包谷面是我去镇子上卖菌子挣回来的，粗盐和火柴也是我拿自己挣的钱买的。我家的粮断了，是因为我爹出事以后，我娘一个人挣工分养3个人，去秋收时摔伤了腰，倒床2个月，没人帮一把。奶奶您住得这么近，也没见您端过1碗米来。我端米？我凭什么给你们端米？你娘没本事，生了个没本事的闺女，还想要我养你们一家子？我没要您养，我只是告诉奶奶，您不愿意帮我们不怨您，但您没必要来落井下石。我今天一早去了镇上卖菌子换钱，挣回来的每一分都是我自己出力换的。奶奶要是看不惯，那就别再来我家看就是了。你看看你这没教养的闺女，你还管不管了？娘，燕回没有说错。反了你了！你敢顶
我的嘴。这些年您说我什么我都认了，可燕回没有做错，她靠自己的手挣钱养家，不丢人。好，你们沈家就横吧，我看你们能横几天。断粮了还硬气，我看你们到时候吃什么。没热闹看了，各位都回去忙吧。妈，没事了。燕回，你奶奶那个人嘴硬心也硬，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闹，村里怕是又要说你。他们愿意说就说，说的再难听，也不能替咱们把米缸填满。姐，你真卖到钱了。老周家收了2斤3两，集上卖了2斤，剩下2斤让福来酒楼收了。娘以前总怕得罪人，怕外头说闲话，可真到了断粮的时候，那些闲话一口也吃不了。往后谁再来抢咱家的粮，我不让了。咱不抢别人的，也不让别人抢咱的。粮有了，活也得架稳。明天先找人看看这口灶，日子开始慢慢好起来了。姐，你想啥呢？想怎么把灶修一修，锅也漏，灶也塌，真要做起买卖来，连火都烧不旺。那得花不少钱吧？请瓦匠砌一口新灶，光人工就得5块，还不算砖头石灰，只修补也得花个个8毛。花钱倒还是小事，关键是不知道找谁。村里会修灶的就一个老福叔，可他上回摔了腿，现在还拄着拐，要不找程家大哥？你看啊，程大哥会木工活、泥瓦活他也搭过手，上回对上修仓库，他还帮着砌过墙呢。再说了，他欠咱家人情呢，上回不是还送了柴来？那是人家好心，哪能当人情使？再说吧，明儿个我先去老福叔家看看，要是他实在动不了，我再想别的办法。明早要去找老福叔，他要是能来，就赶紧把烟道和灶堂修好。锅要是真补不住，再想法子换一口旧的。燕回来了，听说你昨儿个上镇里卖松菌去了，卖的咋样？还行，换了几毛钱。叔，你这腿好点没？好是好些了，可要下地干活还得个把月。你是想修灶吧？我家的灶实在不行了，想请您去给看看。看倒是能看，可我动不了。要不你等我几天，等我这个月过去，拄着拐也能去给你瞧瞧。叔，您先养腿，灶的事儿我再想办法。燕回姐，我正想找你呢。找我？昨个我在集上碰见韩满仓了，他说你送去的松菌品相好，还问你这几天能不能再弄点儿。这是他让我带给你的，说是下一批松菌的价。松菌上等货1斤7毛，中等5毛。这，你跟他说什么了？我什么也没说，是他自己主动提的，说你这人实在，菌子洗得干净，他乐意跟你做长买卖。后头加了一句，要是有别的山货，他也收。燕青，我问你个事儿。你说。你会修灶吗？你家灶坏了？也不是坏，就是旧的厉害，砚道堵了，锅也漏。我想把灶修一修，可老福叔腿伤了，下不了地。你要是会的话，能不能帮我去看看？人工我给不上多少，顶多管顿饭。你说砚道堵了，是烧火的时候往外倒烟，还是火苗子不旺？都有一点，倒烟更厉害些。每次烧火，
一屋子都是烟。那是排烟道拐弯的地方被灰堵死了，要是灶体没裂，捅开就行。这样吧，我下午过去给你看看。要修的话，我正好有2袋子石灰，在家搁着没用，先拿过来用。石灰钱我得算给你。算啥算？那石灰是我去年修不良剩下的，放着也是放着。我先回去把东西送下，吃完饭就过来。问题不大，灶体没裂，就是烟道拐弯那个地方被灰堵死了，加上灶廊口的泥酥了，封不住火，烧起来烟往外冒，补一补，通了就行。那锅呢？这锅好几处漏，用铁钉铸过，还是漏油。这锅是补不住了，太薄了，再补也撑不了多久。你要是信得过我，我帮你找一口旧的先用着。我爹以前在镇上收破烂的时候，收过2口旧铁锅，搁在后院一直没用，应该还能用。那怎么好意思？又不是白送的，你到时候做买卖赚了钱再还我就行。你帮我烧壶热水就行，调泥浆要用。姐，程大哥干活可真利索。燕辉姐，你过来看看。这哪来的？烟道里面，卡在拐弯的地方被灰埋住了。要不是我捅那几下，估计这辈子都发现不了。钱龙通宝？不对，这不是普通的乾隆钱，这个头大，像是大样。你还懂这个？以前跟我爹在镇上收破烂的时候见过，这种老铜钱有人专门收，值钱不值钱得看成色和版本。这个品相还行，边缘磨得光，说明被人用了很久了。这些品相不如刚才那枚，但也算是老物件，要是想卖，得找懂行的人看看。灶台底下藏着账页，烟道里又卡着铜钱，这些东西真是碰巧留下的。燕青，这事儿你帮我瞒一瞒。你放心，我不往外说。成了。燕青，这工钱和石灰钱我记着，等我赚了钱一定还你。你先把日子过起来，不急着还。燕辉姐，你要是真想拿那几枚铜钱碰碰运气，我知道一个人在镇上新开了一家杂货铺子，也收老物件，人还算厚道。你要是想去，我陪你去。先去问问价，卖不卖等听完再说。你是沈家那大丫头？是我，刘叔。我带了点嫩南瓜给您尝尝。你这丫头无事不登三宝殿，说吧，啥事儿？丫头，这东西你哪儿来的？家里老灶堂里掏出来的。你爹留下的？应该是。这灶是沈家的老灶，我爹在世的时候用过，更早的我就不知道了。
这枚乾隆大破品相不错，要是碰对了人，能卖个好价钱。但你要是急着换钱，我估摸着能给你这个数。3块，3块5。你要是拿到府城去，兴许能卖到5块，但在镇上3块5是顶价了。3块5，加上家里剩的钱，修造买过够了，可要拿来做买卖，还差得远。刘叔，这钱我先不卖，我还有2枚品色差些的，回头拿来给您看看。要是您觉得行，我就留着这枚好的。你这丫头比你爹还会算账。行，啥时候想卖，啥时候来找我。燕辉姐，那铜钱卖了吗？没卖，价太低了，再等等。那你那灶还差啥？还差一口能用的锅。走吧，我带你去找。这口锅是我爹以前收的，说是哪个公社食堂退下来的，一直没用过。生铁锅，厚实，比新锅还经用，你拿回去刷一刷，一样用。多少钱？不要钱，你先用着，等赚了钱再还我3块钱就行。行，3块钱，我记着。这锅又是程家那小子给的。咱们家欠他太多了，欠下的我都记着，等日子起来了，一样一样还。姐，你闻，真香。锅稳了，火也旺了，这点本钱够我试一回了。姐，你不是说这钱要拿来做买卖吗？你想好做啥了？后山守林的石叔家是不是还存着不少秋天晒下来的菌子？有啊，我上回去给石叔送柴，看见他屋檐底下挂了好几串，松乳菇、青头菌都有，墙角还堆着2袋山核桃。那些东西卖出去了吗？没有，石叔腿脚不好，背不动那么多东西。前些日子又下了雪，进山的路都封了，更没人上门收。可咱就这1块3毛钱，石叔那些干菌，咱买得起吗？买不起就不先买，不买怎么拿去卖？咱们跟石叔商量，先替他把菌子带去镇上，东西卖出去，本钱归他，咱们只留一成辛苦钱。卖不出去就把东西原样背回来，这样咱们不用压本钱，石叔也不用冒险。只要第一批卖成了，往后村里谁家有干菌、笋干和山核桃，都能交给咱们代卖。那咱们不是不用花钱也能做买卖了？本钱少就得先靠信用挣钱。明早天一亮，咱们去后山找石叔，路上有积雪，多穿一层，把裤脚扎紧，别冻伤了。知道了。韩掌柜给上等货开到7毛1斤，这几朵太小，压不住秤。燕辉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妈让我给你送块饼，还热着呢，早上烙的，没放油，你凑合垫垫肚子。一块吃。姐，你又来找菌子啊？这几天山上没啥东西了吧？我听人说后山那片早就被人翻过好几遍了。再往深处走还有。前些天下过雨，就算明面上的被人捡了，
石头缝里，树根底下总能漏几朵。姐，我昨天在村口听见老刘婶跟人说话，说你跟程家哥的事儿。说啥了？说程燕青天天往咱家跑，比走亲戚还龙快，早晚要出事儿。还说退亲的人才几个月，这就勾搭上旁的了。沈家大姑娘心眼活得很，你就由着他们说，不然呢？我堵得住一个人的嘴，还能堵住一村人的嘴。再说了，日子是自己过的，嘴是别人长的。我先把锅里的米弄出来，再说旁的。姐，这里也有，底下还有，别用手硬拽，连着泥一起拖出来。是我，吓着了。你走路怎么没声的？我刚才差点以为是野猪。野猪不会扛柴。哟，找着一窝好的。这片林子我来过好几回，这窝菌子之前还小，我特意留着没动，就等你来摘。你特意给我留的？这几天下过雨，山里的东西还剩了点儿，再过半个月就彻底没了。你要想换钱，这几天就得抓紧。程延青，你往后别送了。村里那些闲话，你也不是没听见，你还没说清，老往我家跑，对你名声不好。翻过这个小坡，那边阴坡上还有一片，我前天看到的，应该也长成了。愣着干啥？等天黑啊！天黑山路可不好走。姐，人家都给你探好路了，还不快去？我说的话你听见没有？听见了，我又没聋。那你……我送我的柴，别人爱说啥说啥。我程燕青行得正坐得直，不怕人说。再说了，你家的灶总不能凉着吧？你妈那身子骨哪扛得住劈柴的活？够了，够了！再晚下山，山路就不好走了。这几朵还能吃，扔了可惜。这几种不能卖，看着还行，其实已经老了，一炒就烂泥，回头砸了你招牌。哪来的招牌？就是拿到集上换几斤米。那也是招牌。头回生，二回熟。你卖的东西地道不地道，人家买一回就记住了。往后要是想常做，名声比价钱要紧。走吧。哟，程家小子，带哪家姑娘上山呐？这不是沈家大姑娘吗？听说你跟许家那门亲事黄了，也好，许家那小子也没啥出息，你这是又攀上……赵老三，你嘴上那点把门的，要是不想要，我不介意帮你一回。沈家啥也不就是个大木头。姐，程家哥刚才可凶了。等一下，你拿回去，给你妈也尝个鲜。行。别看了，过来挑菌子。妈，明天我去镇上一趟，把这些菌子卖了，换点粮食回来。燕回，要不先别卖了，留着过年腌咸菜也好。菌子腌不了咸菜。姐，你还带那枚铜钱？带着防身，要是菌子卖不上价，我就再去问问。
你看他那样，还当自己是啥香饽饽呢？退亲的人了，还跟程家那小子眉来眼去的。可不，我听人说程燕青天天往他家跑，也不知道图个啥。果然，图啥？图个新鲜呗。沈家大闺女那脸盘子还是能看的，就是不晓得能新鲜几天。少说两句，人家也不容易。爹没了，娘又是个不顶事儿的，底下还有弟弟妹妹要养，不容易也不能把名声搞坏了呀。嘴上的闲话换不来1斤粮，先把菌子卖出去。得赶在集市热起来以前占个好位置。姑娘，你这菌子新鲜是新鲜，可这天气怕要变，鲜菌放不住，卖不出去就糟了。新鲜松菌，今早才从山上采下来的，您看看这伞盖还没完全张开呢。8毛钱1斤，供销社的罐头菌子才5毛钱1罐，你这生的比熟的还贵。大叔，罐头里用的是啥菌？多半是人工养的皮菇。我这是后山新松林里长出来的野松菌，搁油锅里一炒，碗屋都是松香味儿，1斤能炒1大盘，够一家人下2顿饭，算下来比买半斤肉还划算。哼，你这姑娘嘴皮子倒利索。再压半天，卖相就差了。燕辉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妈让我来的。妈说你一个人拿不了太多东西，让我来帮你拿。她还让我告诉你，奶奶今早又上门了。她又去干啥？姐，我说了，你别生气。一个被退了亲的赔钱货，还想翻出什么浪来？我告诉你，沈家老宅的房契在我手里，你们娘儿几个要是不识相，连这几间破屋子也别想住安稳。他把房契拿出来了？没有，光拿嘴吓人。妈怎么说？妈没跟他吵，就是脸色白得吓人。我出门的时候听见他在屋里咳了好一阵子。燕辉姐，妈是不是又病重了？别乱想，等我回去看看。燕辉姐，这些菌子能卖出去吗？秋雅，你在这等着，我去问问福来酒楼要不要货。万一人家不收，不收也得问。蹲在这儿干等，菌子也不会自己变成钱。你找谁？请问韩掌柜在不在？我有点山货，想请他长长养眼。3号桌的葱烧鱼好了没有？客人催2遍了。来了来了。我想见韩掌柜。掌柜的进县城采买去了，今天不在。姑娘，你要是卖山货，明天再来吧。明天。这些菌子等不到明天。小心！燕辉姐，你来送菌子。韩掌柜不在。这批品相不错，你打算卖什么价？上等7毛，中等5毛，韩掌柜让你带给我的价。你等我一会儿，跟我来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秋雅也来了。妈让她来帮我拿东西，一起叫上，不远，就在供销社后门。昨天在山上背菌子的就是你吧？是我。孙哥，他这批松菌是今早采的，韩掌柜今天不在，你们食堂不是正缺鲜菜吗？几毛？上等7毛1斤。
6毛5行不行？你这个量不够大，我们食堂一次起码收10斤。孙师傅，您看这菌子一点虫眼都没有，昨晚摘下来，我连夜挑拣，老的、软的全扔了，剩下的都是上等货。您要是能包圆，7毛钱1斤，下次我再采到这么好的，还直接往您这里送。行，称称看。5斤2两，3块6毛4分，你点点。下回采到这样的，直接送过来，差货可别往里掺。您放心，好的就是好的，不好的我不会拿来糊弄人。谢谢你，要不是你帮忙，这些菌菇怕是要砸在手里了。我也没帮什么忙，就是知道他们食堂最近缺菜，供销社的领导这几天要来检查，他们正愁双没好菜。你的菌子品相好，他们收了也不亏。以后要是有好东西想卖，可以先来9楼找韩掌柜，他不在，我也能替你问问附近谁要货。燕回姐，真卖了！卖了，拿好，回家让妈煮个葱花汤。哎，你笑什么？没什么。要下雨了，你们赶紧回去吧。今天的事儿，谢谢你，我们先走了。路上小心。跟紧我，别摔了。燕回姐，跑！还好，钱还在。燕回姐，你看咱家门口是不是有人？别看房子旧，地基结实着呢，院子也大，拆了重新盖正合适。燕回姐，她真的带人来看房子了。秋雅，你从后门绕进去。绕进去干啥？先去隔壁找程家大娘，就说我奶奶带人来闹事，请她帮忙过来一趟。那你呢？我从正门进去。姐，你一个人不行。我不是去跟他打架，院里有外人在，他更不敢乱来。我倒要看看他敢不敢当着外人的面把亲孙女一家赶到雨地里去。奶奶，趁我不在家，就带人来量我的房子。您是不是该先问问这房子的主人答不答应？什么你的房子？这是沈家的老宅，你一个早晚要嫁出去的丫头，轮得到你在这儿做主？我爹分家以后，这房子就归我们这一房。我娘秋雅和小川都住在这里，怎么轮不到我做主？你们别听他胡扯，他爹都死了，这一房连个顶门立户的男人都没有，房子早晚得收回。老太太，你不是说这房子是你的，家里人也都同意卖吗？我是他亲奶奶，我说了还不算。您说这房子的房契在您手里，行，拿出来。房契呢？房契放在老宅，我今天没带。上面写的是谁的名字？当然写的沈家的名字。沈家哪个人的名字？老太太，卖房不是动动嘴，房契、分家字据、队里的宅基地登记，少一样都不行。他爹生前欠了我几十块孝心钱，他死了，债就该他们娘几个还。拿不出钱，我就收房抵债。我爹生病前每个月给老宅3块钱，从来没断过。后来卧床不起，只停了2个月，2个月一共6块。您张口就变成几十块，账是怎么算的？还有利钱？亲娘跟病床上的儿子算利钱？您要说我爹欠债，就把欠条和账拿出来。没有欠条，没有账，您今天就别想动这房子。周桂枝，你就由着这个丫头顶撞长辈？妈，这房子不能卖。你说什么？这是孩子们的家，
不能卖。你说不能卖就不能卖，房契在我手里。老房契早就作废了，分家那年大队重新登记过。妈，分家自治还在吗？在。奶奶，您就在外面等。你敢拦我？您再动手，我就请大队干部过来评理。赵婶子，你这是来卖房还是来打人？这是我们沈家的家事，轮不到外人插嘴。你都带着外人来量房了，还不许乡亲们听？桂枝还病着呢，你带人闯进来，把晾衣绳都扯断了，这叫什么家事儿？老太太，这房子的事儿你先跟家里说清楚，手续不全我们不看了。别走，我说了算。房子到底归谁？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。真要卖，让大队开证明再找我们。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东边3间堂屋、灶房和前院，全归我爹这一房。这个手印是您自己按的，这东西早就不作数了，白纸黑字儿，还有大队的章，怎么就不作数？真不作数，就去大队查登记表，宅几地是谁的，一翻就知道。房子不卖，那6块孝心钱你们总得还。该还的我们认。您回去把我爹每个月送钱的账拿来，哪月给了，哪月没给，咱们当着大队干部的面一笔一笔算，当清楚，该是多少我还多少。您要是再张口几10块，我1分钱都不给。你敢？您试试看。你别以为卖了几斤破菌子就能把这个家撑起来。能不能撑起来，是我的事。至少我挣回来的钱干净，不用抢病人的房子。妈，慢慢喘气。姐，水。妈，先喝一口。不能再硬扛了，得叫老董过来看看。秋雅，去卫生馆找董叔，跑快点！我这就去。别请医生了，歇一会儿就好。钱已经挣回来了，该看病就看病。那钱还得买粮。粮没了还能再挣，人要是病倒了，多少钱也换不回来。旧毛病犯了，又受了凉，动了气，这2天不能再劳累，药也不能断。董叔，需要去医院吗？先吃2天药看看，要是夜里发热或者咳得喘不上气儿，就马上送镇医院。1包煎2遍，早晚喝1次。灶房要烧暖，别再受寒。董叔，药钱。2天的药一共8毛，要是还不好，再来找我。姐，卖菌子的钱还剩多少？剩2块8毛4，2块钱明天买10斤包谷面，5毛买盐、煤油和火柴，剩下3毛4，留着应急。全花了，你怎么办？我有手有脚，钱花了还能挣。这一篮菌子换回2天药、10斤粮，还有油盐火柴，没白跑。姐，等雨停了，我跟你一起上山。我也去，我能背东西。山路滑，你们先把家守好。
不是只来看房。燕回，你看什么呢？妈，奶奶今天进灶房了。进来过。她进来干什么？她一进门就往灶房走，看见灶台新修过，还问我修灶的时候有没有从里边翻出东西。她真这么问？我说没有，她才出去叫那2个人进来量房。许家来人找过灶台，奶奶也盯着灶台，他们找的是同一样东西。妈，灶台底下藏过东西，这件事您早就知道，对不对？燕回，过去的账别再碰了。您果然知道，你爹就是因为那本账丢了命，我只想让你们平平安安活着。可现在不是我想不想碰，他们已经找上门了。你爹当年也像你这样，非要把账查清楚，结果呢，命搭进去了，清白也没讨回来。燕回，妈不想你步他的后尘，这件事一旦掀开，怕是你想收都收不了场。账也一定藏好，别把秋娃和小川牵进来。没弄清谁可信以前，谁都别说。不管查不查，你都得先保住自己。爹，您没查完的账，我替您查。是谁动了账，又是谁害了您，我会一笔一笔查清楚。从明天开始，旧账、新账，我一起算。麦松君收入3块6毛4分，母亲要钱8毛，余2块8毛4分，欠程家铁锅钱3块，修灶工钱石灰钱另计。妈，这张字据别再放原来的地方，灶台、香底、米缸都不安全。那放哪儿？先交给程大娘替咱们收着，奶奶再来也翻不到。姐，你去哪儿？去集上买粮，再去大队查一遍载几地登记，还得找个人问问许家和奶奶为什么都盯着那口灶。梁叔，我想查一下我家的宅几地登记。因为你奶奶昨天带人量房的事儿，你也知道了。村子就这么大，哪有藏得住的事儿？看清楚，这3间堂屋、1间灶房和前院是分家，以后重新登记的在你爹名下。我爹不在了，奶奶能直接把房子收回去吗？不能，你娘和你们姐妹一直住在里面，宅几地也没有交大队，没有你们这一房签字，谁都卖不了。奶奶说房契在她手里，她手里那张是分家前的老房契，大队重新登记以后，那张只能证明从前是谁家的，现在不能拿来卖你们现在住的房子。不过有件事儿你得留心。什么事儿？前天你奶奶来过一趟，问你们这一幅是不是算绝户，房子能不能收回老宅。我弟弟还好好在家，怎么就绝户了？我也是这么回他的，他听完不高兴，转头就走了。这张证明你收好，他要是再带人来，你就让对方先看这个。谢谢梁叔。谢什么？都是一个村的，不能眼看着他拿一张旧纸糊弄人。梁叔，我爹以前在粮站做事的时候，许家跟他来往多吗？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昨天奶奶来量房，进门先往我家灶房里钻，我就是觉得奇怪。当年的粮账，大队知道的也不多。你真想问，得找粮站的人。不过你一个姑娘家，别直接拿着旧事去粮站闹，先把证据攥牢，再开口。我明白了。燕回，你这是去集上？你消息倒灵通。什么？我还没说要去哪里，你就知道我是去集上了。
我就是听人说你昨天去集上卖松菌了，还卖出了好价钱。原来是听人说的。燕回，我听说你娘又病了，家里还闹着要收房，咱们之前也好过一场。你要是有什么难处，只管开口，我能帮的，我会尽量帮。许同志有心了，不过你退亲那天不是说了吗？沈家的事儿跟你许家不相干。我记性好，这话记得牢牢的。当时是我爹妈说的，不是我的意思。那你现在拦着我，还有别的事儿吗？你家灶台修好了？你很关心我家的灶台？不是，我就随口一问。许茂成，我也问你一件事，我爹留下的几本旧账册是不是到过你家？那是你爹以前借给我爹看的。现在在哪儿？早还了。什么时候还的？还给了谁？退亲以前我就还了，还给你娘了。你这么看我干什么？我没拿你家的东西。我娘说她没收过。那可能是我爹拿去还的，我也没亲眼看见。刚才还说是你还给我娘的，现在又变成你爹拿去还了。许茂成，那几本账到底在哪儿？我怎么知道？几本烂账而已，你非揪着不放干什么？因为我已经找到了半本。何伯头那几页也在？我只说找到了半本，你怎么就知道上面写着何伯头？我听我爹提过。你爹还提过什么？没什么。你刚从粮站出来。我去哪儿跟你没关系。燕回，看在咱们以前的情分上，我劝你一句。你说。那些账害得你爹丢了工作也丢了命，你再查下去，对谁都没好处。你这是劝我还是威胁我？燕回丫头，买粮。赵掌柜，粗米多少钱一斤？1毛9，10斤起算，给你按1毛8。我要10斤。听说你昨天卖了5斤多松菌，供销社食堂全收了。集上的消息传得真快。这条街哪有不透风的墙？孙国祥收东西挑得很，能让他包圆，说明你那批菌子确实好。你要是还能采到上等松菌，能不能给我留1斤？你也收山货？不是我要，县里有个亲戚下个月办酒席，想弄到稀罕菜，货要是跟昨天一样，我按7毛5一斤收。只要1斤，还是以后都要？先要1斤，后头要不要再看？行，我要是采得到好的，先给您留1斤。痛快。赵掌柜，这袋米先放您这里。我去供销社买点东西，回来再取。放那儿吧，没人动。半斤盐要多少钱？半斤盐1毛2。再打2两煤油，拿2盒火柴，一共4毛8。省着点，还能应一次急。陈叔，他找到东西了。找到多少？他只说找到半本，我一时没防住提了河破头。谁让你多嘴的？是他诈我。他还问什么了？问账册是不是在我家？我照我爹教的说早就还给周桂枝了。他信了？看样子没有。回去告诉你爹，先别再往沈家闹。房子的动静已经闹很大了，再闹下去，只会让他觉得那账本肯定还在灶台附近。可那几页要是真让他看明白了，她一个乡下丫头，肯定不认识账本上的字。真正要紧的那一页不在他手里，只要那一页找不到，他手里的就是几张烂纸。陈会计，主任找你来了。
们不是怕我手里的半本账，他们怕的是丢掉的那一页。姐，你买米回来了。你还提不动，先去帮我开下米缸。好。有盐，还有煤油和火柴，都省着用，撑到下一次卖货。总算能撑几天了。10斤粗米，省着吃能撑10来天。房子的登记也查清楚了，没有我们这一房签字，谁都卖不了。那就好。许家知道河泊头，陈会计知道灶台，而且他们同一页的找。那一页上8成写着真正收粮的人。他们已经盯上这个家了。谁在外面？许茂成，燕辉姐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有人趴在我家窗外偷看，人往河边跑了。不用追，现在追上他也不会承认。你知道是谁？白天我在集上见过许茂成，他穿的就是这件衣服。他为什么盯着你家？因为我爹留下的旧账。进屋再说。我今天听见许茂成和粮站的陈会计说话。陈会计？许茂成告诉他，我找到了半本账。陈会计说，真正要紧的一页不在我手里，只要那一页找不到，我手里的就是几张烂纸。所以他们也不知道那一页在哪儿。他们也不知道我到底找到了多少。那今天晚上的人是来探底的。他要是确定账在我手里，就不会只趴在窗外看。原件不能再全放在你家，放你家也不安全。许家已经知道你经常来帮我，要不对着这份抄几份？抄几份？能辨清的字全抄下来，原件分开放，抄件也分开放，就算他们抢走一份，也毁不干净。这一份你替我收着，别放你屋里常用的地方。我知道藏在哪儿，原件呢？明早我会换地方。今天夜里把门顶紧，明天我给你做2个门把，再把后窗补上。行，材料和工钱都记账。你还真是一笔都不肯少记。该还的账当然得记清。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，你早点休息。你也是。姐，咱们今天还去昨天那片找啊？那片都采的差不多了，咱们再往山上走走，没准还能找到新的菌窝。行，那咱走吧。路滑，你慢点，别摔了。姐，这些都破了，韩掌柜肯定不要吧？
只是样子不好，味道没坏。那还能卖吗？不试试怎么知道？这一包送哪儿？赵掌柜昨天订的，答应给人留货，就不能转头全卖给出价更高的人。知道了。小牙，等下你自己先回家，我一会儿直接去给赵掌柜送货去。还真给我留了1斤，昨天答应您的1斤整7毛5，剩下这些怎么都碎了？样子不好，味道还在，我去来酒楼问问。韩满仓眼光刁，他未必肯收。所以我不打算只让他看生的。又送宋军来了，韩掌柜在吗？进来吧。上等货我收，碎成这样的不行。韩掌柜，这些菌子只是被雨打破了，肉没坏，也没有虫眼。客人都是先看菜品好不好的，样子不好，味道再好也端不上桌。整朵的做菜，碎的不能换个做法吗？你想怎么做？掌柜的，你要是信得过，让我用你们灶房试一道菜，你尝一口，觉得行再谈价，不行我转身就走，用掉的油盐我照价赔。小姑娘，你晓得福来酒楼的灶房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。我晓得，我也晓得松菌从采下来到下锅不能拖太久，再新鲜的东西放到明天就不怎么新鲜了。这么好的东西只因为破了边就扔掉，这样太可惜了。菜让你试，火归你用，油盐酱醋也归你用，但要是糟蹋了东西，你得赔。行。一道菜还分2份儿。菌冰耐炒，先下锅，菌散嫩，晚一点放，才不会烂成泥。今天灶上炒的什么这么香？这是什么菜？给我们也来一盘。掌柜的，尝尝。可以。外焦里嫩，松菌的味儿没被调料盖住。掌柜的，外头客人闻见味儿了，点名要一盘。按他刚才的做法，再炒一盘。刚才那火候太快，我没看全。我再做一遍，您看着。韩掌柜，现在我那些碎菌还收吗？收，跟我去账房。上等1斤2两，碎菌2斤2两。上等还是按7毛，碎菌按3毛5，但有个条件。您说？必须和今天一样，菌肉新鲜，洗得干净，烂的、带虫的，一朵都不能掺。没问题。货钱1块6毛1，试菜再给你5毛，总共2块1毛1。你要是能稳定供货，往后整菌和碎菌我都收。1个月之内，我尽量隔2天送一次。1个月以后天气冷了，松菌还有多少，我不能保证。不说大话，倒是比那些拍胸口的保证的人可靠。松菌下市以后，我还能送别的山货，野木耳、山核桃、石耳，品相够好，您按质论价。先把眼前这批货做好，名声立起来，后面的买卖自然能谈。
看什么呢？这是我爹。你是老沈的女儿？是。难怪你认秤会算账，灶上的手也稳。您以前和我爹一起在粮站做事，一起干过2年。这个人姓杨吗？你为什么问他？我爹留下的旧账里有一个姓杨的人签收过粮食。做买卖就谈买卖，你爹当年的事儿现在别问，外面是大堂。那把门关上，我再问。他叫杨守义，是河坡头老仓库的签收员。现在人在哪儿？石良案以后就调走了，有人说去了府城，也有人说早就不干了。我爹出事的时候，您为什么离开粮站？这件事跟今天的买卖没关系，可跟我爹的命有关系。我只能告诉你，当年的30担粮不是从粮站正门运出去的，剩下的我现在不能说。为什么？因为当年知道粮从哪儿走的人病的病，走的走，你爹是最不肯闭嘴的那个。你要真想找杨守义，先去河坡头问周老寿，但别说是我告诉你的。我明白，谢谢你跟我说这些。应该的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姐，是不是先下军蒸，再下军伞？对，火再大一点，别一直压着，越压越出水。姐，咱家以后是不是能经常吃这个了？卖相不好的留下，好的都得换粮。破的也香。杨守义、河埠头周老艄公，爹那30石粮从哪儿出去的？去一趟河埠头就知道了。3块4毛2，娘的药1块2，油和做买卖的本钱1块6。酒楼真给了这么多？整菌子7毛1斤，碎菌子3毛5，还给了5毛试菜钱，加上赵掌柜那边的7毛5，一共2块8毛6。既然有钱了，先去买粮吧，家里旁的东西都能省，饭不能断，粮得买，可不能把现钱全压进米缸。娘，你的药不能停，油也得买，往后不管炒菌子还是试新菜，都得有点本钱。那粮怎么办？我去找赵掌柜。你要赊账？只赊半袋米，20斤，够咱们家吃些日子。下一批菌子卖出去，先把米钱还上，手里的现钱留下，药能续上，买卖也不断。咱家已经欠了燕青3块国钱，修造的工钱也没给，再欠粮铺，账越滚越多，我心里不踏实。程燕青旧腿锅3块，石灰和人工代算。欠账不可怕，怕的是欠了不认，认了不还，一笔我都记清楚，先还谁后还谁也得排明白。那你早去早回。燕回丫头，今天没带菌子。今天不卖菌子，来买米。今儿涨了1分钱，你要多少？20斤粗米。给他称。赵掌柜，这20斤米，我想先赊着。赊？就赊半袋，20斤。下回集上我就把钱还上。燕回丫头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会赊给你？赵掌柜，我爹在的时候跟您打过2年交道，没有赖过1分账。如今我爹不在了，家里是难了点儿，但我沈燕回不是那种赖账的人。再说福来酒楼那条线你也看见了，我能做下来的生意就不会让它断。你这丫头嘴皮子倒利索。
会写名字吧？会。 20斤记账上，下回集上你可别让我白等。放心，不会让您白等的。这年头敢开口赊账的人不少，能按日子还上的没几个。你既然把名字写在我账上，就得把这张脸看住了。我记得。赵叔，我还想向您打听一个人。谁？河坡头的周老少峰。 你打听他干什么？我爹当年经手过一批粮，账上的数对不上。有人说周老轴兴许见过那批粮。谁告诉你的？我自己查到的。老周早就不摆渡了。前几年和尚修了石桥，他便搬到东滩去了。东滩哪儿？河坡头往东走半里地，有个塌了一半的旧船棚。他平时就住在船棚后条那间小土屋里，靠下网摸鱼过日子。 他天不亮就去收网，过了辰时便不一定找得到人。你真要去，得赶早。燕辉，你爹出事前2天，老周来我铺里喝过一回酒。他说什么了？就翻来覆去念叨一句：那晚的船不该开，粮也不该往东滩卸。哪一晚？我问了。 他没答，第2天再来找，人已经不摆船了。老周这些年脾气越来越怪，最烦别人提从前的事儿。你去了也未必能问出什么。只要他见过，我就有办法让他开口。赵叔，米我先放你这儿先，我去买点东西再回来拿。好。 1天2回，饭后吃。要是还咳得厉害，再来找董医生看看。一共多少钱？1块2。你好，帮我打6毛钱菜籽油。赵叔，我回来取米了。好，米在那儿。好。姐，你买了这么多米，20斤，这回能吃好些天了，一粒都别撒。赊到了，20斤，1斤1毛9，一共3块8。锅钱3块，米钱3块8，还没算修造的工钱，这一下就欠出去快7块了。这笔先还。赊的是米，压的是脸面，下回酒楼收完后带这张脸赎回来。秋芽，今晚开始煮饭还是照旧的量，米多了也不能敞开吃。知道。小川，把米袋王拿去抖干净，叠好收着，下回进山还能装东西。哎，谁告诉你的？娘认识周老叔公？不认识。不认识？那您看到他的名字为什么紧张成这样？赵掌柜说，爹出事前2天，周老少公喝醉了，一直念叨那晚的船不该开，粮也不该往东滩卸。娘，那批粮真从河泊头走过，对不对？你别去找他。为什么？老周知道的越多，越不会开口。
你爹当年都没能把这事儿说清，你一个丫头能查出什么？正因为爹没来得及说清，我才得查。你爹被挺之前一晚，老周来过咱家，他半夜来敲门，敲得很急。你爹没让他进屋，只隔着门说了一句：“这事儿你就当没看见，往后别再摆那条船。”那老周说什么了？我没听清。他们在门外说了几句话，老周就走了。第二天，你爹把几页账纸包起来，藏进灶台底下。再后来，粮站的人就上门了。原账我不会带，账页也已经抄了几份，就算有人盯着我，也拿不走所有东西。你真要去？明天天没亮的时候我就去。你找到周老少公了？赵掌柜说他住在河泊头东滩，娘也承认，爹出事前他半夜来过我家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去？明早。啊，那我骑车带你去。不用，我自己能去。东滩那边雨后全是烂泥，路也绕，你自己找，天亮都未必找到船棚。这事儿可能有危险。我手里也有一份账，要是真有危险，那些人早就来找我麻烦了。明早5点，我在你家后门等你。好。老周要是不肯说，你就回来，别硬逼他。我知道。账纸千万别拿去。原账在家里藏着，我身上只有几行抄下来的数。走吧，再晚一点，老周该收完网了。有人？没看清，先走，路上别停。周老伯，这位是沈博的女儿沈艳辉。不认识。您不认识我，总该认识沈怀山。找错人了。7月19，河泊头，23担粮。谁告诉你的？我爹留下的账，账上还写了一句话：粮不对数，账不能交。进来说。那一晚我摆了2趟船，头一趟12吨，后一趟11吨，加起来23吨。我划了一辈子船，船上压多少粮，吃水线落到哪儿，我闭着眼都不会记错。粮从哪儿运到哪儿？从河堡头仓房搬出来，在东滩装船，送到下游旧砖窑的小码头。旧砖窑早荒了，那里没有粮仓。就是因为没人，才往那里卸。谁让您摆的船？杨守义。当晚陈会计在不在？你还知道谁？我知道粮站报失的是30担，我也知道有人说，真正要紧的账页不在我手里。陈会计当晚就在东滩，他拿了一张写着30担的船缴单，让我按手印。我说船上明明只有23担，凭什么按30担？后来呢？杨守义给我塞了10块钱，让我闭嘴。陈会计把那张船缴单收回去，当着我的面另写了一张23担。您按手印了吗？没有，他们只付了一半船钱。我留了个心眼儿，把那张23担的存根扣下了。存根还在。
我爹见过这张存根吗？第二天天刚亮，他就来找过我。我把实数告诉他，他只说了一句账不对。他把这张存根抄了一遍，让我藏好，还说不管谁来问，都说那晚没摆过船。那7担粮呢？没上我的船。到了旧砖窑以后，23担粮去哪儿了？码头边停着一辆蒙黑篷的货车，粮一卸下来就装上车，往府城方向走了。车是谁的？不知道，车牌被泥糊住了，开车的人也没下车。这后面写的什么？不是我写的。看清是谁了吗？没看见脸。你们被人盯上了，这东西我藏了快10年，今天交给你，不是让你拿着四处问人的。我会藏好。也别再来找我，想查那辆车，就去查票据背面的字儿。刚刚那2个字好像是南货。我不知道。走吧，沿河滩往西绕，别走石桥。这个票据你拿一份，我拿一份。原件别再放灶台，也别压箱底，那2个地方都有人找过。我知道。今天的事儿，连秋娃和小川都先别说。好，就算我那张被人拿走，这23担也抹不掉。呕了，不是我说你会治，今天我还知他得非治的。你家燕辉，一个被退过亲的大姑娘，成天往集上跑，往酒楼后门钻，你说外人怎么看她？咱们清水村虽然不比镇上规矩大，可人言可畏呀。你家老沈不在了，你们娘儿几个更要顾惜名声，你说是不是？我也是好意。今天集上有人回来说，看见燕回站在福来酒楼跟好几个男人说话，其中一个还是掌柜打扮的。你说这传出去好听不好听？他还当自己是以前那个有人上门提亲的姑娘吗？赵婶子，您吃了没？锅里还热着菜团子，您要不要拿一个回去？不了不了，我就是来说2句话，这就走了。婶子也是为你好，姑娘家的名声比什么都重。我的名声要真靠婶子一张嘴保着，那才叫不稳当。婶子慢走。妈，您别听他的，我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儿。妈不是拦你，我是怕你受委屈。你早上天不亮就出门，回来天都黑了，累成这样，还要听村里那些闲话，妈心里不好受。不累。你爹刚走那会儿，妈觉得天塌了，不知道这日子怎么往下过。后来许家退亲，妈更觉得咱们这辈子都抬不起头了。可我今天想了一下午，日子再差，也不会比那个断粮的冬天更差。你要是觉得去集上去酒楼能挣着钱，能把这个家撑住，你就去。谁爱说啥，让他说去。妈，您放心，我挣的钱一定让咱家把日子过回以前的样。我今天见到周老说工了，那天上船的只有23石，不是33。经手人是杨守义，陈会计也在场。这是老周给你的？我爹当年也见过，他就是发现粮数不对，才不肯交账。我就知道你爹没拿粮。这只是一张证据，爹受的冤
我会一笔一笔查清楚。姐，你又做饭啦，好香！去洗脸，洗完回来帮我看火。哎，姐，你今天还去镇上？去。你在家把功课做了，帮妈看着院子。有人来打听我去哪儿，就说不知道。记住了。姐，昨天赵婶子说的那些话，你别放心上，村里那些人就是闲的。你也听见了？他跟陈婶子说，陈婶子又跟村头李奶奶说，反正说来说去就那么几句，我都快背下来了。那就让他们说，嘴长在别人身上，路得走在自己脚下。咱们不能为了堵他们的嘴，把家里的灶也停了。姐，太好吃了！涩不涩？不涩，脆脆的，还甜。成了，你们两个在家，我先去酒楼了。哟，这又往镇上去了吧？天天往外跑，真有那么忙啊？人家可忙着呢，跟掌柜的打交道呢。又是你。韩掌柜让我有合适的山货菜，再做一道送来试味。韩掌柜正忙着，没工夫陪你折腾。他尝一口，要是觉得不行，我马上走。掌柜的，上回送松君的姑娘来了，又带了道菜，让她进来。搁那儿，我看看。先焯过水，滚水焯了一遍，去掉涩味才下锅煸。放糖了？家里没有白糖，用半块麦芽糖化了水。涩味去得干净，酱汁也收住了。不过麦芽糖回甜慢，热着吃正好，凉了以后甜味压在舌根，酱香反倒轻了。笋就是笋，村里谁家不吃？还值得特意送来酒楼？是我只顾着给笋提亮，麦芽糖放多了。要是凉着卖，糖得减一半，酱油也要再淡一点。还有一个问题，你这笋切得太大，放在正经席面上显粗，单独当小菜又撑不起架。韩掌柜说的对，可我今天带来的不是想卖给酒楼当招牌菜的。那你想卖什么？我想卖个尝鲜，也卖个方便。酒楼后巷每天中午都有拉货的脚工、赶集的农户，还有蹲在墙根等活的短工。这些人吃不起酒楼的席面，可兜里多少堆着1-2毛钱。秋笋是山里挖的，杂面饼用不了多少粮。笋切细以后夹进热饼，一份卖1毛5，比进酒楼吃饭便宜，也比啃冷干粮顶饿。你想在后巷摆摊儿？所以我才先来找韩掌柜。我不在福来酒楼门口摆，也不用酒楼的招牌，我只想借后门外那面山墙放一张窄条桌，不占道，不挡门。东西在我家做好，来这边只借一口灶保温，我自己出料出工，卖出去的流水，酒楼抽2成。后巷虽然不算酒楼正门，可你真摆起来，出了问题，外人先找的还是福来酒楼。东西坏了，味道不对，责任算我的。客人要是吃出问题，我赔。桌子每天摆1个时辰，卖完就走。地面和灶台都由我收拾干净。要是卖不完呢？第一天只做20份，卖不完的我自己带走，
不占酒楼的地方，也不让掌柜替我兜底。先试3天，1天20份，5时前后来，后墙和1口保温灶给你用，酒楼抽2成，桌子、碗筷、柴火你自己准备。行。后巷不是只有我一家做生意，真有人找麻烦，得你自己处理。我明白。这1块钱算料钱，也算定金。3天以后要是卖不动，多退少补。卖出去以后，这1块是从我的8成里扣。扣。明白。你这胆子倒比你爹还大。你爹做事谨慎，凡事总要留3条退路。我现在没退路，只能往前走。明天4时过来，带上家伙。好。韩掌柜，这袋子是哪来的？装香料的旧袋子，怎么了？青州府南货公司现在还在？早改名了，前些年并征了府城百货运输队，旧仓库还在东平码头那边。这家公司以前也运粮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爹留下的几张旧纸上，好像写过“南货”2个字。南货公司过去什么都运，糖、油、布匹，赶上粮站车不够，也借他们的车。那里的旧调货单还在吗？这我不知道。这地方在府城，你真想查，先把自己手里的东西藏好，别逢人就问。谢谢韩掌柜。我只管做买卖，别的什么都不知道。小账本3毛8，铅笔1毛。账本和铅笔都要。怎么样？韩掌柜答应先试3天。真的？每天20份杂面饼夹油焖笋，酒楼借后墙和保温灶，抽2成。这个给你。姐，你让我记账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帮家里记。我肯定一笔不落。先别急着答应，记账不是把数写上去就行，得立规矩。前面记生意账，买了多少面，多少油，多少酱油，做出多少份儿，卖了多少钱，酒楼抽走多少，每一笔都得写。后面记家用，米、面、盐、药钱，还有欠赵粮铺和程燕青的钱都单独列出来。那韩掌柜提前给的钱算收入吗？不算。东西还没卖出去，这只是预付的料钱，将来得从咱们的份子里扣回去，不能拿来当赚钱花。第二，生意上的钱和家用的钱分开放，哪怕家里米缸空了，也不能悄悄从料钱里拿。真断了粮也不能拿。可以拿，但必须先继承借支，等挣了钱，第一笔补回去。要不今天从料钱拿1毛，明天再拿2毛，看着都不多，月底一算，买卖早就被掏空了。第三，家里谁拿钱买什么都要先说一声，不是不让花，是怕漏记。我肯定不乱拿。小川也一样。知道了。第四，每天晚上对账，钱数和账数对不上，谁都不能睡。姐，我记住了。那就从今天开始。修造的石灰和工钱还没算，怎么记？
先写代算，账可以晚结，不能装作没有。藏横梁上，妈，帮我扶一下梯子。会不会受潮？里面裹了2层油纸，短时间不会。怎么还往箱里放？给来找东西的人留点东西。你是说他们还会来？跟到东滩的人和翻咱家后墙的人很可能是同一个。真正的证据藏好，外面放一份不全的抄本。他们要是再来，拿走这份，反而会以为东西已经找齐了。太险了，不让他们以为自己占了上风，他们就不会松手。这只盒子以后只放家用账，谁问都说以前藏的就是这些欠账单。小川，姐，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。你说。我不想念书了。为什么？学校的课本费和作业本费又涨了2毛，老师说下学期还得订一套辅导材料，要1块5。我算过了，要是我不念了，每个月能省下几块钱，够家里买不少粮。谁让你算这笔账的？没人让我算。村里人都说爹不在了，咱家就剩几个女的，供不起学生。我不想让姐一个人累。书你得念。可是没有可是，你念到哪里，姐供到哪里。你要是不念书，咱家就真的翻不了身了。以后家里的账你也可以看，但有一条规矩，该大人扛的账不许你拿自己的前程去还。姐，20份都做1毛5，卖完就是3块，对不对？对，韩掌柜抽2成就是6毛，咱们剩2块4，还要扣掉他昨天预付的1块钱。今天卖完，他再给咱们1块4，那1块钱已经拿来买料了，不能再当成今天挣的。记住就好。那个是试卖用的。吃这个，谢谢姐。放学早点回来。今天老师要是再提辅导材料，你先把名字报上。可钱我来想，你只管念书。哟，二嫂家这日子过得不错呀，大清早就烙饼。我们那边锅都快揭不开了，你们这儿倒是香得很。燕回拿去镇上卖的，不是自家吃，卖东西都用得起这么多面，看来燕回最近真挣了不少。大伯母这一大早过来是有事儿？我找你娘说事儿，不跟你个小丫头说。我娘身子不好，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也一样。你奶奶让我来传个话，你爹活着的时候欠了公众不少钱，这笔债不能因为人没了就算了。华山欠宫中什么钱？药钱、丧事钱，还有梁战出事以后宫中替二哥垫的钱，加起来26块8。不可能，
淮山治病的钱是卖了木工工具凑的，丧事也是我用娘家帮着办的。宫中什么时候出过这么多？有没有？账上写的清清楚楚。拿给我看看。这是宫中的账，不能随便给你。让我还钱，却不让我看账。账你奶奶手里还有一份，老太太说了，你们要是拿不出26块8，就把北坡那2亩还田交回宫中，再不答应，就把现在住的院子也重新算清楚。院子的归属，上回已经在村里查清楚了，分家单和登记册上都写着，这是我爹盖的房，归二房。房子归二房，宅基地可还是沈家的。再说，你们欠着宫中的钱，哪有只占东西不还债的道理？北坡2亩地是谁开的？历年的粮税是谁交的？村里也有账，要算可以，把宫中的总账、原始借条和每一笔收据都拿出来，咱们当着村干部的面算。家里人说话，还用得着惊动村干部？26块8不是小数，既然要明算，就不能只凭奶奶写的一张纸。话我们带到了，你们自己掂量。今晚老太太要个答复。你奶奶这是要把咱家往外赶啊！26块8，咱们哪来这么多钱？你爹生病的时候是把2把木宝和那套凿子卖了，丧事用的钱你舅舅给了3块，我又找邻居借了2块，后来都还清了。梁战出事以后，宫中替爹垫过钱吗？没有，梁战只说停职查账，从未定下让淮山赔钱。你奶奶那时候还说，没定罪以前，沈家1分钱都不出。既然没有赔款，账上那笔梁战垫款从哪儿来的？娘，我问你一句话，要是真分家，咱家能扛住吗？分家？上回只把房子的归属查清了，田地、旧债和宫中的账还没彻底分开，他们现在就是抓住这一点。大伯和三叔想让咱们把爹的债全背了，然后再把北坡的地吐出来。咱们不答应，他们就拿孝道压人；咱们答应，这个冬天就没有活路。那怎么办？分，但不是按他们说的分。今晚他们再来，您不要答应任何事，也不要在任何纸上按手印。你还要去镇上？韩掌柜那边约好了，今天要是不去，后面的买卖就断了。钱得挣，账也得查，两样都不能停。听说你奶奶那边放话了，你消息倒快。刚才在井边碰见你三婶儿，她说你们二房欠宫中26块8，拿不出钱就得交北坡的地。账单不让看，钱倒算得明白。北坡那2亩地当初是沈伯开的，可最早登记在你爷爷户下，后来分田，二房一直种，却没有单独伙证。所以他们打的是这个算盘。房子他们拿不走，就想从地和旧债下手。村里有没有历年的交粮记录？有，北坡的粮税和公粮一直记在沈伯名下，队里的老账房应该还留着底册。老账房是谁？老副书。还有，你三婶手里那张账单，我远远看了一眼，最上面像是盖了梁战的章。梁战的章？没看清。今晚不管他们拿什么来，我都得把那张账单看清。要我过去吗？先不用，家里的事我自己能谈。你帮我去老福叔那儿问一句，北坡交粮的底册还在不在？行。卖的什么？油焖笋加热饼，1份1毛5，
一个杂面饼卖1毛5，贵了吧？饼是早上现烙的，笋也是热的，先尝一小块，不合口不用买。给我来1份。味道不错，热乎。光买笋行不行？单买1小碗1毛，自己带饼更省钱。给我来1碗。数记清楚了？3块整，9楼2成。扣掉昨天预付的1块，这是今天该结给你的。对。明天还来？来。那就还是20份。要是连续3天都能卖完，再往上加。行，我先把家里的账算清，再来麻烦您。对了，韩掌柜。姐，不好了，家里出事了。刚刚我和娘出门晒菌子，回来的时候发现家里有人。沈大丫头，我跟你一起回去，估计是查账的人来了。韩掌柜，或许是我奶奶又来闹，等我回去看清楚情况，如果有需要，我再让秋芽来喊您。燕回，是翻账本的人来了。娘，你和小川去隔壁程家，喊程燕青过来，秋芽去把后门的木门锁上。那你呢？我要进去瞧瞧。燕回，娘，当年爹的真相就在那个人的身上，没时间了。姐，你小心一些，等我锁好门，立马回去帮你。别动！你是谁？怎么会是你？